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议员93、960、2489的黄庭之战终于结束了。今天就说一下我自己个人的感想，还有在这场 KVK 里面的一些问题之类的。在那之前，先跟各位公布一下到底是谁拿星星，在昨天就已经讲了。星星是由土阵营，也就是960和2489拿到，首战是由风阵营拿到，剩下的战领奖励就由木阵营拿，也就等于说960终于拿到第10颗星星了。之后标记就会变成王冠，因为2489也是在同一个阵营啊，也是他们久违以来第一次获得星星了。在这之前都是一直输 KVK， 不然就是就算赢了也没有办法拿到星星。我们来说一下这场 KVK 最大的争议，第一个争议就是960跟2489在同一个阵营里面。就有不少的玩家说，为什么先锋第一的王国要跟先锋第2和第3的王国一起对战？这样子是不公平的，毕竟2个先锋王国加在一起，他们是以899个玩家来报名的，都有差不多接近1800位玩家。然而93只有899位玩家而已，但是大家每次都会忘记93他们拥有3个接近4个百亿联盟，活跃玩家也比较多，而且你们可以看数据，93只有一个王国，但是他们的数据都已经接近2489跟960在同一个阵营里面的数据了。你们应该也可以看到每一次集合的时候93的人数是比960和2489还要多出多少，他们的球永远都比较大。那假设960跟2489不应该在一起，难道要让960或者是2489单挑93吗？这样子不是更加不公平吗？让其中一个不到200亿战力的王国去单挑一个接近400亿的王国，难道这样会比较公平吗？第二个部分，他们认为说官方在帮960跟2489的原因就是修改了烧战的机制，而且是在黄庭开放之前。但是我发现到其实有很多玩家都不知道官方到底改了什么东西，只是说官方在偏袒960跟2489而已。在更改之前，烧战是可以一次性的放自己7个部队在烧战里面当预备部队。起初烧战的功能就是让我们放预备部队自动填兵而已。然而93的用途就是放了7个部队在里面，等集结一抵达，他就马上派7个部队过去围殴集结。并且你们要知道，他们并不是只有一个玩家而已，而是有好几位玩家同时间去围殴集结。这个是 CPU 提供的画面，因为他做集结比较多，他看到的画面也比较多。你们可以看到，当集结碰到旗帜之后，瞬间从旗帜里面跑出了一大堆红色的部队，把集结给围下。这个过程不到20秒，我们是完全来不及反应或者是补兵进去的。你们可以看他的报告下面全部都是整齐一排的，完全没有时间可以反应过来，我们也只能补到一个部队进去而已。为什么在这个赛季才改呢？估计官方也是发现到只有先锋王国才有这样子的操作，一般王国可能都不会藏7个部队在旗帜里面，然后突然出来围殴集结。但是主要让大家觉得不满的就是为什么要在 KVK 途中突然更改，而不是 KVK 结束之后才更改，才会让玩家觉得官方有偏袒960、2489的嫌疑。那事实上确实官方不应该在 KVK 途中更改。那我觉得官方会突然更改的原因就是怕这一场 KVK 真的到结束为止都没有办法烧到任何一根旗帜，就像我们在关卡7的时候只是烧掉1根旗帜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根本没有办法打下来，我们的集结肯定是爆掉的，只能不断的围殴再围殴。还有你们认为是在偏袒960和2489，但是换位思考，假设说今天是93进攻，960、2489负责防守，也是用同样的方法去把93的集结给打下来的话，那你们会觉得公平吗？其实这个修改对双方来说都是一样的，只是看谁负责进攻跟防守而已，只是恰好960、2489是负责进攻，93也是可以选择进攻的，但是他们就偏不要进攻。我相信93自己也是知道，如果进攻的话会非常吃亏，所以在早期他们是根本没有去烧过960任何一根旗帜，只是防守而已，试图想要用这个方法拖延时间，甚至到黄庭的时候也是拖延时间，只是没有预料到官方在后来突然改了这个规定。而且他们也知道960、2489的玩家大多数都是满水晶科技的，如果93贸贸然然的开集结过去的话，自己只会吃亏而已，浪费小耗。所以严格来讲，93算的比2489还有960更加精细。如果没有改的话，我相信93一定会拖延时间，直到考鲁拉克第5等级出现之后，让他们的水晶科技跟2489、960差不多接近的时候才战斗。那为什么进入到黄庭之后93没有办法推得过960跟2489呢？我觉得有几个问题。首先在黄庭的时候大家都比较乱一点，我们的指挥可能没有办法看到这么多路线，再来就是玩家全部都分散了，
93大多数玩家都是没有提升满水晶科技的，如果他们的队伍被分开，遇到一些960或者是2489的玩家，都是没有办法打得过，或者是直接逃跑。这个画面你们可以看我的直播也是有看到，当我们遇到那些分散队伍，他们就不打了，或者是打不过。因为93他们的真正实力呢，就是抱团在一起进攻才可以打败960跟2489。简单的说明就是人多力量大，加上黄庭他们的领土太少了，没有办法让全部玩家都进入黄庭，可能能够进入黄庭的玩家跟960、2489的人数加起来差不多吧。而且也没有领土优势，所以他们黄庭直接放弃也是情有可原，可以理解。但是我觉得与其在黄庭，其实在关卡期的时候93就应该要跟2489还有960战斗了。我在之前就有说过，如果93的全员玩家是到齐的情况下，是可以轻松碾压960、2489的球。而且在关卡期的时候，其实他们领土也比黄庭还要更多，那时候进攻我觉得是比起黄庭还要更加有效率的，可以消耗960跟2489玩家的资源或者是加速。然而他们并没有，就是想要拖到黄庭。93消极战斗到什么程度，就连我们在他们的面前放下要塞，他们都没有想要去进攻。说真的，这个要塞我们是没有做任何的防护，前面没有任何的旗帜挡着93可以直接接触到我们这个要塞。960会放置这个要塞的原因，就是想要吸引93的玩家出来跟我们野战。然而他们没有出来野战，而且也没有非常积极的去拆掉这个要塞，结果就让这个要塞成为黄庭胜利的关键之一。我认为93这一次 KVK 失败的原因就是在这一点，在早期有人数还有领土优势的时候，他们不选择进攻。另外一个原因当然就是盟友问题啊，我在上一个影片解说的时候就已经讲过了，他的盟友打4个小时就已经撤退了，下线去休息了。那可以理解他的盟友下线是因为时差的问题，他们是韩国玩家比较多，在那个时间的时候已经是凌晨3点了。但是黄庭是很重要的，我觉得他们这样子下线其实有一点对不住93。可是这个盟友也是93自己选择的。来，我们看回之前外交的记录，93他自己说他不想要在关卡室战斗，而且他也不想要跟1818合作，因为1818跟2489有关系，所以93其实是没有资格去抱怨盟友问题的，是他自己选择的。如果当初他选择关室战斗，然后盟友选择1818的话，可能会有一些改变。并且在黄庭的时候，其实也比较符合93当初的说法，他原本是想要2打4的，就是960只是拿一个风阵营就好，其他的阵营都由他们拿。这一次黄庭是2打3，因为木阵营没有办法出去的关系嘛，所以他们的领土比较多。除了有3个阵营进入黄庭之外，还有4个门口。960只有2个门口跟2个阵营，有很多玩家其实都不看好960、2489可以胜利，就连我自己本人都不相信。在之前关卡期的解说我就已经有讲过了，我认为这一次 KVK 我们胜利的可能性比较低，谁能想到最后是胜利了，而且问题就出现在93跟他的盟友那边。总结来说，其实这一场 KVK 93是还蛮多优势的，但是他们不会掌握这些优势，而导致到自己最后失败了。假设下一次还有机会跟93战斗的话，我要不要选择跟他们打呢？其实我已经不太想要跟93战斗了，因为这一次 KVK 他们真的非常消极战斗，都没有跟我们打过多少次，他们也只会在自己的领土打，这个也是正常的啦。然后我们进去打的时候，他们又跑掉，最后就是时差问题啊，因为他们的时间跟我们是颠倒的，变成我自己的时间也是要调整，每次要等到晚上大概9点上线，打到天亮，接近8点到11点之间，然后白天睡觉，这个时区对我来说是真的很痛苦的，所以我觉得还是不要打93比较好。再加上他们人数又比较多，也很喜欢拖到最后才打架，就比方说前面关卡是他们没有科技优势的时候就不打，等到后期关卡期或者是黄庭，或者像温泉那样有人数优势的时候才跟你打，这样子没有意思了。一场 KVK 50天的时间，再加上前置之类的，都差不多2个月的时间了，他们只是跟你战斗1个星期而已。我认为这样子的 KVK 并没有什么好玩了，反而上一次 KVK 他们有领土优势有人数优势的时候，会一直不断的跟你打架。而且你们也可以看到，我之前做过一个影片，他们就连那些无氪玩家都直接去围殴旗帜了。为什么这一次表现得这样？93是有能力跟实力去战斗的，但是他们选择防守，跟敌人耗时间。以上就是我对于这一次 KVK 的感想，还有我觉得93他们这一次 KVK 会失败的原因。其实讲真的，不是因为960跟2489到底有多强大，问题都是出现在93跟他的盟友。说实在的，这一场 KVK 获得胜利，其实我觉得很没有成就感了，我的资源加速都没有消耗多少。还有就是大家都很期待，结果出来的结果是这样，真的太失望了。
以上就是本期内容，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，或者是有一些东西想要补充的话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